ETF 如何影响这轮牛市？接下来的行情会如何受 ETF 影响？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目前依然坚定的持有我们从底部拿上来的这3张多单，我们开的仓位价值呢，其实都非常的小，大家都看得出来。像我们以太坊，我们只开了5万美金的仓位价值，虽然说这是加仓的，点位来到了2400，但我们依然坚定的持有到目前的3700，产生了非常非常可观的利润。那么 Avalanche 我们只开了2万美元的仓位，我们从27一路拿到43，Solana 也只有2万美金，从73快拿到现在即将翻倍了。那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利润呢，收益啊，已经来到了5-6万美金的，相当的丰厚。那么如果你也觉得这个利润不错，你也想交易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现金哦，就是可以提币的。你只要500美金3天就可以拿到36.5美金的现金，一样可以提币。而且这2个活动呢，你可以同时参加，不冲突。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行情，其实我们从去年的年中开始啊，2023的6月，我们就一直受到 ETF 的消息影响，甚至我们可以说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这段上涨，从2万5到现在的这段上涨呢，我们都是离不开 ETF 的消息面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在2023年的6月中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爆拉了一根呢？因为当时啊，贝莱德还有富达他们正式提交了 ETF 的申请，比特币现货 ETF 的申请。那么其实申请比特币现货 ETF 呢，这个大有人在，早就有人申请了，只不过呢，当时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公司。那么像贝莱德还有富达这样的巨头啊，传统金融的巨头啊，来申请，这还是头一次。那么当然，如果说贝莱德还有富达，他们没有相当 ETF 会通过的把握的话，他们是不会申请的，他们不可能自砸招牌。那么我们到了2024年的1月10号的时候呢，我们的 ETF 啊就正式通过了。其实我们这段上涨呢，它就是受到 ETF 会通过的预期而影响的。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呢又持续受到了 ETF 资金净流入而造成的上涨，而且这段上涨呢非常的狂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有对我们这段上涨呢日线级别，我们从2万5开始的上涨呢，都有做了一系列的统整。那统整这有什么意义呢？其实非常简单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比特币呢，一样持续受到 ETF 流入的影响。那么再来，以太坊呢，它接下来非常有可能在5月23号来通过以太坊 ETF， 或者说呢，通过的几率一定比不通过大。那么我们一定要好好了解啦，不然到时候呢，有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不知道要怎么去应对。如果我们现在就先有个底，我们知道要怎么去应对的话，以太坊的行情呢，我们很有可能就游刃有余。那其实现在呢，比特币 ETF 它一样一直影响着比特币的盘面走势。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每天都在净流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上涨这么厉害的原因。那么我相信啊，其实我们这一轮2025、2024这一轮牛市的上涨呢，它一定都离不开 ETF， 所以我必须得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去影响盘面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全面、非常通盘的整理，我相信这绝对是全网最全面的，而且我绝对可以保证这个100%是原创。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2023年的10月的时候呢 ，October， 我们当时呢 SEC 它败诉，并且重新审核啊灰度提交的 ETF， 因为当时法院就这样判决的。那么 SEC 它会败诉，其实有非常多项理由哦。那重新申请灰度的 ETF 就表示呢，其实 ETF 它通过的几率呢就非常可能增加。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这段上涨呢开始了我们的起涨点。我们的起涨点就在2万5啊，没错，就是这个事件所推动的，它就是个苗头啊。好，那随后呢，我们这根 K 线啊，它往上涨非常多，直接干到了3万，直接干到3万了。我们当时还在2万7，直接一根 K 线干到3万哦，一根日线就干到了。那么当时其实就是由于 ETF 通过的假消息所导致的，那这只是一个币圈媒体所放出来的消息。不过各位朋友，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呢，回去看当时的消息，它真的是个假消息吗？我认为只是传达的方式不正确，但是我相信这个记者、这个媒体呢，他一定掌握了某些很有可能真的就是内部所传出来的消息，也就是 ETF 它真的会在我们明年的1月10号呢就会通过。那么我们随后呢上涨之后有了一波小小的下跌，因为当时方舟就是 ARK 它的 ETF 呢
来到了审核的日期啊，不过 SEC 它推迟了，不过推迟不代表不会通过，甚至当时呢有很多传闻推迟更代表它会通过。如果你不会通过的话，你直接说它不通过就好了，你何必推迟呢？你既然推迟，就代表说它绝对是有几率通过的。我相信这种说法呢，我是有被说服的，因为其实过去啊，它是直接就说不通过，那这种推迟的情况呢，确实它做这个解释，我认为是解释得通的。那我们到了上涨到37500的时候呢，当时 SEC 它就回绝了灰度的上诉。这当然呢，对于 ETF 要通过来说，这就是打了一记耳光。那我们行情往下回落了不少，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跌破关键位啊。然后我们这根 K 线的上涨了 6.56% 呢，其实就是由于又一个假消息，他又说 ETF 要通过了。那同样，我们回看到当时在这里发生的情况。我相信当时的记者媒体，他一定掌握了某些高层他所透露的资讯，而且这个资讯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只是或许传递的方式不同，或者说有过多，或者说有太多人呢做了这个错误的解读就导致了这一波很快速的上涨，然后又证明是假消息之后又下跌，所以我们过去的盘面它都跟 ETF 息息相关那直到我们在11月19号的上涨呢，就是由于 ETF 它的申请呢。这些巨头公司都提交了补件如果说不会通过的话，你直接说不通过就好了。提交补件就代表说，其实当时就是非常有可能会通过了。那么只缺一些东西，那么他们把这些补件都给提交上了。然后随后呢，我们在11月21号的时候，这个是币圈的重磅消息当时 CZ 呢认罪受罚，也就是CZ 他确认会罚款42亿美金，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可能因为洗钱的问题而到美国去坐牢。那当时对整个加密货币的币圈呢，这绝对是个大利空。但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当时下跌的幅度其实并不大不到 5%， 不到 5%， 那么就可以表示其实当时的盘面是相当强劲的。那么随后的上涨呢，在这里的上涨呢，我们是涨了 4.68%， 也就是把前面的下跌也全部给盖过去了。那当时呢，我相信这是一个重磅级的利多。如果说 ETF 它没有要通过的话，怎么可能呢？ETF 的代号会出现在纳斯达克的官网上面呢？不可能的如果说它不通过的话，怎么连代号都想好了，对不对？连代号都想好了，那么基本上通过的几率就是非常的大增加。那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根拉涨之后呢，我们就再也没有再回到我们35000、36000的位置下去了。然后随后没问题我们就进行了一波突破。那这波突破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来到了最终要宣布 ETF 通过的这样的价格区间那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当时的上涨在1月2号晚上的时候呢，当时 SEC 的官方他发了一则假的推特当然 SEC 它的说明是说这个是骇客发的推文，他就说所有的 ETF 呢都通过了。那当时盘面就迎来了一波非常疯狂的上涨那随后呢，证明是假消息过后，盘面又迎来了下跌。然后过没多久，我们在1月我们在当时呢我们就正式宣布了ETF 它就通过了ETF 它就通过了所以当时通过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声明就是通过之后好，盘面基本上是没有波动。我相信这个是基本上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了，因为通过的时候居然盘面没有波动的。那有波动是什么时候呢？就是 ETF 的首交日，当时它第一天可以交易，它就创出来了我们波段的最高点就来到了49100美金的位置在1月11号。那么当时首交过后呢，比特币就迎来了下跌，因为当时灰度就抛货因为其实 ETF 它通过之后，灰度是一定会抛货的。那灰度抛货其实它也是有限的，我们下跌没错，但它的下跌是有限的。然后灰度的抛压减少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就来到了底部，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底部。那随后呢 ，ETF 的净流入就开始疯狂的增加。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净流入的，只是净流入多、净流入少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上涨加速的这一段呢，就是 ETF 净流入呢开始增加了我们这一段也是，这是我们第一段增加的第一段，那我们就造成了第一段的加速上涨。然后我们后面第二段呢，
加速上涨，它就是第二次 ETF 净流入来增加。那其实我相信我们后面的行情呢，它一样会持续的受到 ETF 的消息面而左右。那尤其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流入流出的数据，它绝对会对我们比特币的盘面呢造成相当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不仅仅要从技术层面上，要从数据上，我们现在呢也要把 ETF 呢独立成一个大的项目啊，大的主题呢来去研究，这样我们才能掌握这个市场的先机啊，不然我们过去的分析方法或许会因为 ETF 的通过呢而过时。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的盘面，它就是完全呢按照着 ETF 的影响在走的。我们可以证明，而且我们统整的呢非常的全面，我相信这绝对是你找得到最全面的统整的哦。你在英文的区块呢，你也找不到像这么全面的统整啊。那其实我们很快呢，以太坊要通过 ETF 了，很快。那5月23号，那我相信接下来如果说以太坊它也出现了 ETF 相关的消息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比特币的当时的走势，我们就可以知道以太坊会怎么走。那么以太坊现在它上涨的甚至比比特币还要来得更夸张了，就在我们今天。好，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